如果你每個月投資3000蚊，持續8年，以1年嘅回報率10% 去計，8年之後你咩錢都唔使再入，淨係將呢筆錢呢再持續投資，你就夠錢退休啦。我仲可以將呢個方程式再 upgrade， 即係呢度改呢個數字，哈哈，信我啦。嗱，喺呢個位呢，界條線，嗰度呢又再界條線，畫多幾條線喺呢度，搞掂。今晚 all in。黑埋雙眼瞓一覺，第日起身呢，你就退得休噶啦。你哋唔係真係以為我咁樣叫你哋去賭一鋪係嘛？當然唔係啦，其實係我自己做咗一個豬豬都識嘅投資組合，已經超過10年嘅時間啦。而且咧喺 YouTube 上面分享咗俾大家已經超過4年。上一年我呢個豬豬組合回報率咧就係23%。咦，咁咪即係你可以提早24年退休？今日嘅影片我會公開呢個豬豬組合嘅2025年嘅版本，連埋所有嘅股票代號話俾你聽，所謂嘅10%其實係指呢個股票市場長期喺市場上面嘅平均年回報率，所以絕對係人人可以做到咧，退休有錢使。問題你係想等耐啲啊，定係等短啲？呢個豬豬組合係適合一啲投資初哥豬豬，或者咧係啲太忙冇時間睇市嘅人，唔使用腦咁樣投資。我指嘅唔用腦，其實係即係話你一早咧定落你嘅投資系統，按你個人嘅需要啦，度身訂造，定時定額咁樣投資一啲股票、債券、黃金或者加密貨幣等等，所以真係好貼身㗎。如果你3年前喺我 YouTube 度抄 number 咩都唔理，跟我買 Planeteer 咧，2023年你輸到傻咗啊！但係咧今年咧升足316%，喂，咁樣點搞啊 Rain？ 所以咧你絕對係需要建立一個 system， 一個有系統而且係可以長期賺錢嘅計劃。咁咩叫做有系統投資呢？你年初咧已經 plan 好你要投資嘅金額，同埋咧要買入乜嘢嘅資產。呢度我係指 ETF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咧即係一個大嘅籃，裏面咧放咗好多唔同嘅股票或者債券啊、金啊、Bitcoin 等等啊，高達咧幾百隻甚至係幾千隻嘅資產。呢啲投資豬豬咧，只係需要買呢個籃，就等同咧買咗好多公司嘅股票或者資產，達到咧分散風險嘅效果啦。喺度我會分為3個嘅步驟。第一，豬豬入市方法，即係咧每月指定日子裏面用指定嘅銀碼，按當時嘅市價買入目標資產 ETF。所以當呢個資產價格跌嘅時候，就買多啲，而升嘅時候你就買翻少啲，但係咧你要投資落去嘅資金銀碼就唔變喎。呢個方法咧又稱為 DCA（Dollar Cost Averaging）。豬豬入市法最大嘅好處就係每日可以早睡早起，夜晚唔使睇住個市，因為咧成年你只係按你個計劃行事。牛市你又買，股災你都買，所以咧時間就係豬豬投資嘅最好朋友啦。豬豬入市嘅時候咧，需要以長期持續按計劃咁樣進行。一般嚟講咧，我係講緊5年，唔少於3年嘅投資期。5年前如果你開始買呢個 VOO 嘅 ETF 嘅話，你嘅回報咧已經講緊80% 啦。3年前我哋嘅豬豬組合咧已經加咗 Bitcoin， 呢3年咧就已經升超過130% 啦。所以雖然咧我每年喺 YouTube 上面咧同你 review 下咧呢個豬豬組合嘅回報，但係其實咧我哋更加係要用一個長期投資嘅時間性去睇成個嘅資產回報。好啦，依家你就知乜嘢係無腦嘅投資方法。咁咩時候先係最佳嘅買入時機呢？因為股市會升，一定升，上到1萬點度啦，我諗。投資好易啫，跌咪入，升咪放咯。係啊，但係點解咁容易都好多人輸錢呢？因為人類就係一個有感情嘅動物，好多嘅時候呢，我哋係中意做啲唔理性嘅嘢，例如 buy high sell low。喺呢個豬豬組合裏面，最重要嘅步驟之一呢，就係可以點樣幫到你哋 buy low sell high 啦。我呢度係只用呢個再平衡 rebalancing 嘅方法呢，去做買入買出嘅決定。當呢個資產升得過高過急嘅時候，你就可以賣出部分資產，再利用呢啲資金呢，買入一啲較平嘅資產。所以豬豬投資者呢，只係需要每幾個月或者每半年呢，睇一睇個市走成點，有系統咁樣定期 review 下你自己個 portfolio， 再決定係買入定賣出啦。譬如啱啱過去嘅12月啦，我見到美股呢又創出呢個 all time high， 係時候 rebalance 呢，賣出部分嘅貨啦。而當時債價係下跌嘅，所以亦都係一個買入債券嘅時機啦。想學多啲可以睇翻之前呢個影片有詳細教過啦。喺呢個股市長期 all time high 嘅情況之下呢，投資者要留意呢個股
值，定期做 rebalancing 啦，適時咁樣入貨或者賣貨，平衡翻成個組合嘅風險。以前我要做 rebalancing 嘅時候咧，下下都要喺 Excel 上面咧打一大堆嘅 formula。咁咧我依家咧就整咗一個 AI 低買高賣 rebalancer， 用呢個咧人工智能幫你自動咁樣咧做好呢個計算，而我將呢個 rebalancer 咧放咗喺我哋嘅投資課程專頁嗰度，所有嘅同學仔咧都可以免費使用嘅。以後你要 review 成個 portfolio 咧，就唔使開好多嘅 Excel 咧喺度做計數啦。而我哋呢個豬變成專業投資者嘅課程咧，仲會教埋你點樣睇公司嘅年報啦，做佢哋嘅財務分析，同埋咧股票嘅估值模型等等。而家嚟緊農曆新年1年5日咧，我哋會做呢個8折優惠，詳情咧可以睇下面嘅連結啦。去到第3個步驟就係要決定買啲乜嘢同埋買幾多咧。我喺度會將呢個資產類別咧分成5個基本類型，亦都係我所講嘅投資工具。呢啲工具咧就係組成個2025年嘅豬組合嘅成分啦，分別就有美股、環球股票、債券、黃金同埋加密貨幣。我會將啲資金放喺呢幾類低成本嘅 ETF 裏面。咁當然啦，呢5類嘅工具咧，佢嘅風險程度各有唔同，按次序排名咧就係咁樣。資金嘅比例又要點樣分配咧？一般嚟講，我哋會用100減去你個歲數。如果你而家係20歲，身體健康，而且有好多嘅時間，你認為你嘅風險承受能力咧亦都好高嘅話，你嘅高風險嘅資產比例咧就應該80%，低風險嘅資產咧就應該係20%。咁如果你係一個中年人，為人咧又比較保守，可以承擔少量嘅風險嘅話咧，比較平衡嘅做法就係50同埋50%啦。咁如果你係老人家，唔可以承受任何嘅風險，你嘅投資組合應該相對係好保守，投資80% 喺呢個低風險嘅資產上面。如果你哋睇咗我個豬組合已經幾年嘅觀眾咧，你會見到我哋今年嘅組合咧係有啲特別，因為我將債券同埋某一啲工具嘅比例咧人手再調整咗。我哋一齊睇下今年嘅宏觀經濟同埋政策上面咧嘅一啲資料，咁你哋咧就會明白點解會咁改啦。上年本來聯儲局預期咧2025年係會減息4次，但係自從特朗普咧當選之後，喺呢個關稅同埋一啲其他嘅政策預期之下啦，依家聯儲咧預計今年最多可能係減到2次息，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呢個通脹啦。而值得留意嘅就係我見到聯儲局嘅會議記錄裏面啊，有兩極嘅睇法，有一啲官員咧就認為今年咧淨係會減息1次，但係咧亦都有官員認為今年減息減5次，咁呢度亦都反映咗經濟同埋宏觀上面咧有好多不確定性。美國聯儲亦都調高咗今年嘅通脹預測，最新嘅預測咧係講緊2.5%，即係話今年通脹可能再上升。不過聯儲亦都同時輕微調高咗美國嘅2025年 GDP 嘅目標，失業率咧仍然好靚仔喎，保持低位。喺呢度，我想你哋幫我一個忙，就係訂閱 Ray 師嘅 channel 啦。而家咧，我哋嘅觀眾裏面大約有40% 嘅觀眾已經訂閱咗。我希望呢個數字可以升到50%。你哋嘅一個訂閱絕對係可以幫到 Ray 師嘅 channel 走得更遠。唔該晒。所以基於呢個經濟強勁啦，同埋呢個通脹嘅預期，仲有呢個減息嘅不確定性咧，今年我會睇外幣同埋債券咧可能會表現麻麻啦。所以今年我會將傳統嘅60-40嘅組合上面咧，除咗股債之外咧，我亦都會加上咧唔同嘅資產，令成個組合咧更加多元化，亦都會減少呢個債券嘅比例。我會將豬組合分成3個部分，第一就係普通風險。喺美股上面咧，我會用大盤較低風險嘅指數股票 ETF S&P 500，即係美國頭500大嘅公司 VOO 啦。而 Nasdaq 咧100，即係美國頭100大嘅科技公司 QQQ。我買咗佢哋咧成多過10年噶啦。至於 ESGU 咧，我自己亦都投資咗佢哋多過5年。佢哋追蹤咧超過280間符合環境社會責任嘅美國公司，而上年嘅回報咧係高達24%。HDV 亦都喺上年嘅豬組合度已經包括咗噶啦。佢一直咧追蹤美國75隻大型高息股嘅 ETF， 行業包括能源啦、醫療產業等等。買 HDV 嘅目標咧，除咗呢個股票嘅股價增值之外，亦都係想收息啦。佢嘅利率咧就係3.7%。今年我亦都加咗
XLP 係必須消費品行業嘅 ETF， 譬如 Walmart 啊、Costco、可樂、百事、P&G 等等，每一間咧都係老牌業務而表現穩定嘅公司。佢哋3至5年嘅公司平均每股盈餘咧係高達6%，而買入呢啲 ETF 嘅主要作用咧就係呢幾個啦。而喺百分比上面 ，VOO 就擺25%，QQQ 就擺22%，其他嘅百分比就喺呢度啦。第二就係高風險嘅資產部分啦。VUG 咧就係我哋豬豬組合裏面已經有3年啦，佢追蹤大型嘅成長股 ETF 裏面咧超過一半咧都係持有呢個科技公司嘅股票同埋非必需消費品嘅產業，5年嘅平均回報咧有18%。VGT 就係追蹤大量嘅大中小型嘅美國科技公司嘅 ETF， 風險咧就較高，但係咧佢嘅行業涵括咗好多 AI 人工智能啊、機械人啊、生物科技、太空業等等一啲熱門嘅前瞻性嘅產業機會，5年嘅平均回報係21%。而 SMH 咧係追蹤頭25大流動性比較高嘅半導體公司嘅股票嘅 ETF。以 ETF 嚟講咧，佢算係 hold 得比較少嘅公司啦。除咗美國本土嘅半導體公司，佢哋亦都有包括喺美國上市嘅外國半導體公司，譬如台積電啊、ASML 等等，佢哋嘅平均 PE 咧係講緊40倍左右，咁即係話估值較高啦，要留意風險。半導體係一個周期性嘅產業，只係適合咧周期裡面咧持有嘅啫，唔可以長期持有唔賣貨嘅。以前咧我喺影片度有教過啦，佢嘅5年年化回報率咧係28%。今年亦都會繼續加入呢個加密貨幣、比特幣同埋以太幣，目標咧就係去中心化同埋對沖去美元化嘅風險。咁我自己咧持有 Bitcoin 同埋 Ethereum 咧已經超過8年㗎啦。加密貨幣咧係極高風險嘅工具，我之前咧亦都有唔同嘅影片有提到，所以咧只係可以用閒錢去投資。如果你唔相信去中心化，唔相信加密貨幣市場嘅話咧，都唔好投資啦。呢幾隻高風險嘅資產，佢嘅比例大約係咁樣。買呢啲高風險嘅工具咧，主要係想達到呢個資本增長嘅目的。最後一個部分咧就係防守型嘅資產啦。黃金嘅作用係用於保值同埋平衡風險啦。而買賣黃金咧有2個選擇，第一就係實體金。買實體金嘅好處就係可以防止美元同埋貨幣貶值啦，而且可以去中心化。但係如果你唔係特別考慮要去中心化嘅話，其實你亦都可以買入呢個黃金 ETF。咁黃金 ETF 咧，佢嘅管理人咧通常就會去買一啲實體嘅黃金，然後佢就會管理啦同埋保存呢啲黃金。所以咧，當你買入呢個 ETF 嘅股份，就等於擁有一部分嘅實體黃金啦。GLD 係美國最大嘅黃金 ETF， 雖然咧佢有0.4% 嘅管理費，但係咧對於好多投資者嚟講，如果你唔係真係想買一嚿嚿嘅實體金擺喺度又要睇住，咁可能咧其實你儲存都有呢個成本。咁黃金 ETF 咧就會比較方便，容易買賣啦。喺債券方面啦，今年我係會用呢個 VGSH 專門追蹤美國短期國債，即係1至3年嘅國債，用嚟對沖呢個股市風險。債息依家係4.3%，平均嘅債券到期日咧係2年。同類型嘅 ETF 相比咧，呢個 VGSH 佢嘅成交量咧係比較大，流動性真係高啲啦。咁加入呢個債券咧係為咗呢個fixed income 啦，同埋平衡風險。但係咧債券係唔會令你嘅資產有大幅嘅增長，所以佢嘅風險咧亦都相對較低啦。咁呢個防守型資產咧喺比例上我就會咁樣安排。而如果你係一個中年人，只係有普通嘅風險胃口嘅話，2025年嘅豬豬組合咧可以係60% 擺喺普通風險，15% 擺喺高風險資產，而25% 擺喺防守型嘅資產啦。咁幾時可以開始投資呢？如果你係用我頭先教嘅豬豬入市法 DCA， 即係定額定期咁樣投資嘅話，其實你係幾時開始都得，聽日開始都可以噶啦。咁我哋可以點樣根據風險調整翻成個嘅投資組合呢？首先，金融市場變化係極之快，你需要咧隨時咁樣關注翻呢個宏觀經濟同埋政府嘅政策變化啦，而唔係咧咁輕易信邊一個 KOL 喺 YouTube 度整一個15分鐘嘅影片，咁你就抄 number 就自己衝入市。記住要保持翻呢個獨立嘅思考能力。嗱，呢啲係你嘅錢，唔係我嘅錢。記得要自己做功課，對自己嘅
投資負責任啦。呢度你都要知道，呢度唔係一個投資比賽。我呢個豬豬組合其實係做緊一個分散風險 diversification。如果你諗住獨贏，其實你上年 all in Planeteer 咪得咯，你咪贏晒全部人嘅9條街。all in 一隻股票係可以會贏到豬豬投資組合，因為咧我呢個豬豬組合裏面又有債券又有金，本身嘅風險咧已經被大力咁樣控制咗噶啦，而風險同埋回報係永遠成正比嘅。所以咧呢個組合唔係做出嚟同你哋任何一個人比較下，出年又睇下先邊個勁啲邊個叻啲。呢個影片嘅目標咧其實係教大家點樣可以為自己度身訂造，做一個適合自己嘅投資組合。我亦都好建議咧大家將所得到嘅股息收入或者所賺到嘅利潤咧抌翻落去個鋪度繼續投資，因為咁樣咧可以幫你加快咁樣累積財富。我頭先用嘅投資回報計算機，我已經將佢放咗喺網站度啦，可以俾大家咧免費用。咁某一啲咧嘅券商啊，係可以幫你進行呢個複式投資，即係你唔使成日 set 定個日曆，每個月走入去撳掣嘅，佢可以有指示幫你設定好。咁但係咧就唔係間 broker 咧都有做呢個服務。我自己就用緊美股平台 First Trade， 佢哋就有呢個 function 嘅。另外，如果你想買賣美國之外嘅市場咧嘅 ETF， 其實你可以睇一睇 IB 呢個平台，譬如歐洲啊、日本啊、亞洲主要市場嘅股票咧，佢都有支援嘅。如果你哋對 First Trade 或者 IB 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翻下面嘅開戶連結啦。今次個豬豬組合每一隻嘅 ETF 選擇背後咧，我都有唔同嘅考慮原因，亦都咧詳細講咗噶啦。如果你自己根本唔認為呢個必需消費品啊、AI 啊、晶片等等嘅產業咧會表現比較好嘅話，其實你係唔需要加呢啲嘅 ETF 去組合到噶，你自己絕對可以自行調配。而我呢個豬豬組合裏面咧，好多資產都係美國市場嘅，所以如果你對美國嘅經濟本身係冇信心嘅話，亦都唔需要投資。呢個組合嘅 logic 咧，絕對可以應用翻喺美市之外其他你認為有信心嘅市場上面。另外都要提下大家啦，我就唔覺得咧你係20歲就可以承受無限量嘅風險，我亦都唔覺得一個老人家咧就唔應該掂一啲有風險嘅資產，因為每個人嘅財力背景同埋投資經驗都唔同，你自己按翻自己需要咧去設定組合就得啦。而最重要就係對我嚟講啦，所有嘅投資新手或者冇時間去研究呢個股票市場嘅投資者，我都會建議你先做好呢個豬豬投資組合，累積唔同嘅經驗之後，同埋時間許可之下咧，先去投資一啲個別公司嘅股票。因為咧要分析個別公司嘅股票咧，需要有額外嘅財務知識。我呢個豬豬變成專業投資者嘅必學7大課咧，呢個課程就會教大家去認識呢啲額外嘅知識啦，分析翻公司嘅財務數據，做翻呢個股票嘅估值模型，同埋睇佢哋財務報告等等。咁農曆新年咧，我哋會所有課程做8折，淨係做5日嘅啫。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留意翻下面嘅連結啦。好，今日咧就到此為止，預祝大家咧新年進步，身體健康，恭喜恭喜！記得咧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啦，下次再見，拜拜。